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皇族能不能闭嘴？周雨彤、侯明昊给陈好开批判大会，态度傲慢。新一期《花语少年6》玩了个所谓破冰大会，意思就是让每个都把心中真实想法说出来，帮助大家完成深度沟通。看似是个很好的想法，实际行动却变成了陈好一个人的批判大会。整整20分钟，都是各个成员把对陈好的不满说出来，踩着陈好上位这几个字简直写到了脸上。这种批判大会怎么能少得了皇族核心周雨彤呢？有了他的承上启下，别人才能接着他的话茬说个不停，甚至演变成了全组都是陈好的错。然而，网友不是瞎子，除了小部分网友，大部分都看得出来周雨彤一路如何排挤孤立陈好，想用这种方法来让陈好成为网暴对象。有位网友说得好，陈好但凡有那么一点不自信，都会被带沟里成为唾骂对象。庆幸陈好思维逻辑在线，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讲明白。先来复盘一下这个破冰环节有多少新言子吧。起因滑翔伞活动中有4个人想玩，5个人预算问题不太想玩。侯明昊提出不愿意玩的可以逛集市，省钱又都开心。陈好听到这个主意，立马说非常好。等破冰大会时，侯明昊又说那不是自己内心想法，觉得出来旅游就的所有人一起行动。4个人玩，另外5个下面等着拥抱才是自己想要的。陈好当即回答好。可能觉得陈好回的有点生硬，侯明昊不开心地表示，你不是发自内心想等着我们，不想要这种情绪。这个时候弹幕上已经有观众带节奏，说陈好脸色不够热情，显得像是被侯明昊强行要求参与活动。陈好立即反驳，不去是考虑到经费问题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已经玩过很多次了，知道下面等着体验感不好。如果有选择，那肯定是不等着去逛集市，但如果你需要我就等着，你高兴就好。这话其实已经很高情商了，侯明昊还在矫情。陈好只能一番解释，刚去这个话题结束，周雨彤就站出来了，说陈好有一次让他很不舒服。为什么不舒服呢？有一期节目里让几个人准备节目，陈好说跟周雨彤、荣梓杉表演诗朗诵，这个是表演必备课程，不需要太多精力，不会出错。周雨彤满口答应，转头又拉着荣梓杉改成了唱歌，特意避开陈好没告诉他。被陈好知道后说了一句，你们怎么没告诉我呢？周雨彤说这句话让他不舒服很久，觉得自己只是想跟荣梓杉改合唱，陈好没问为什么要去告诉他呢？陈好把一件简单事情变成抱怨，真的让自己很难过。这么一顶大帽子压下来，普通人早就急着解释，等着被网暴了。陈好不急不慢，说了几个人节目不告诉自己，还是路过听到了这个事情，当然的问一句，事后也只说了一个好字，没说别的。荣梓杉一听陈好解释清楚了，瞬间补话说，没告诉你是因为还在尝试合唱，那天身体不舒服，我们就没说。不懂荣梓杉不舒服，怎么周雨彤就不能去说一声了？反正话里话外就是陈好事儿多，才选择不说话。陈好也不惯着，继续说了自己没有那么多想法，不要胡乱给自己下定义。后面几句话说完，周雨彤终于意识到陈好不上套，只能放弃这次挖坑，继续别的话题了。这段播出后，陈好太惨了，周雨彤花絮反而上了热搜，足以证明人们对于这些皇族心思太懂了。结合这个谈心大会，再来看第一期给陈好买的陈好太强势话题，真的细思极恐。如果不是陈好抗住了质疑，反驳的条条有理，陈好在这个破冰大会上就会成为整个节目组罪人。这里面周雨彤家境有多富裕，
看看背后资本和故宫事件就懂了。荣梓杉小小年纪就拍了无数影视作品，背后资本不可小视。有人好奇的是，侯明昊怎么会跟周雨彤一个小团体？这个还真有点模糊不清。不过看节目里周雨彤总在侯明昊面前花痴的样子，没准两个人节目里成了好朋友，两肋插刀吧。至于为什么挑陈好一个人坑，看看其他人背景就明白了。太红的宋茜，周雨彤敢去踩，立马就会被粉丝骂服；太糊的刘烨没有踩的价值。对于这帮皇族们来说，陈好有国民度，有讨论度，偏偏是个半退圈状态，背后没靠山又有商业价值，才是真正好欺负。换成宋丹丹、毛阿敏、许晴过来，周雨彤一个也不敢吱声。网友到了这里也劝周雨彤这帮小团队皇族们闭嘴吧，好好走完综艺流程，别想着怎么打压陈好了。大家觉得呢？